中国为何被称作发达国家粉碎机？中国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又是如何打破西方垄断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10多个中国人都过上了和美国与澳大利亚人民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这段话让中国人民实在是难以理解，是如此的讽刺。为什么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过上便捷舒适的生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中国人带来的就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呢？如果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那与中国体量相当的印度呢？这就是赤裸裸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言，充斥着对中国的诋毁与谩骂，不断的制造中国威胁，企图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也从21世纪初期便已开始，这里都不知道应该说西方国家聪明还是愚蠢。早在21世纪便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说明他们认为中国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只能说明西方国家非常有眼光。但20余年过去，西方国家非但没有成功地遏制住中国的发展，中国反而成为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国内建设上都有着极大的提升。而西方国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让曾经被任人鱼肉的中国逐渐成为了新世界的强者。2022年的今天，世界格局动荡，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未来的国际经济形势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能否在这一变化中寻求新的突破口，成为了一个难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见识到了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后果，不会再如此懈怠地任由中国发展。中国领导人也曾说过，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的社会学作家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人类社会的100年大周期即将到来。中国能否在如此巨变以下依然保持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能否在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手腕之下走出一条奇迹红的康庄大道呢？对此，我们依然要有信心、有决心地认为，在全球化这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列车上，中国依然会成为列车的头部，以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林立在国际舞台之上。要说信心的源头，那就是中国可是被称为发达国家粉碎机。发达国家为何能舒舒服服地掌握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财富呢？我们回望历史，那些依靠殖民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那些通过掠夺起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地用资源和金钱在世界范围以内可以营造出森严的国家等级制度，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壁垒，让落后的国家无论如何发展都只能在这些国家手下赚钱，受益者仍然是他们。法国大家都知道，在无数媒体的渲染以下，法国就是一个浪漫而懒惰的国家。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很慢，人民在闲适的时光下过着美好的一天。但与之对应的是，法国掌握了相当多的高端技术，很多的法国公司靠着一个高端技术就可以成立几十年，让几百个员工家庭过上富裕小康的生活。他们掌握着流水线的上游，让落后的国家们在下游不断争抢，即使在下游发展的再努力，也依然无法触及到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世纪，电器开始流入中国，当时的电视是日本日立牌的，冰箱是日本东芝牌的，空调是夏普、三洋牌的。那时候这些电器价格非常贵，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买不起。到了近代，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手机，在2010年左右，所有的国产手机用的都是韩国三星的屏幕。这些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那些关于中国发展制造的设备、仪器，都需要以高昂的价格从国外进口，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垄断。掌握不了技术，永远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现如今，这些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正在近100年以来最深刻的变革。中国制造从之前廉价、低端、质量差的代名词，逐渐变为品质、优秀、物美价廉的专有词。中国制造也逐渐转变为中国创造，而这些变化仅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什么叫发达国家粉碎机？就是任何一个细分行业，只要中国实现技术突破，然后这一行的产品价格就会迅速下降，让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价格优势的同时，在质量方面还比不过。这些相应行业只能选择破产。中国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最典型也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家用电器。
我们前面说到，之前的家用电器品牌都是日本的日立、东芝、夏普，但现如今中国哪还有这些品牌的踪迹？家家户户用的都是国产品牌美的、格力、海尔，将日本品牌垄断国内市场的现状打破，并且不仅仅如此，中国品牌还进军海外市场，通过物美价格优的绝对优势夺取西方国家行业的市场。而通讯设备早期都是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苹果，中国国产的手机品牌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但如今华为已经成为了全球通讯设备的霸主，连美国都感到了威胁，联盟制裁。这里举例的都只是中国打破垄断的缩影，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像高铁、安防产业、面板等等。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更加直观的感受。20年前，中国还在研究怎么建造高铁，解决中国人口的流动问题，而20年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已经是全球第一。面对的问题也是如何研制出国产的先进光刻机，这两者天差地别的问题，中国只花了20年。更不用提曾经被外国垄断中国80%市场的盾构机。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盾构机其先进程度已经可以达到世界前列，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并且中国通过工业体系的全面盾构的制造成本也下来了，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卖给其他需要的国家。这下西方国家彻底没了市场。20年前的经济链条是这样的，美国提出概念，然后也开始研发，2年后研发成功，推出产品，在全世界卖。再过2年，欧洲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技术跟上了，也研发出来，在全世界卖。再过2年，韩国等次一级发达国家研发出来，最后再过2年，中国才能够仿制出这一产品。最后美国再提出新概念，研发新产品，形成闭环。这样中国做了20年的世界工厂，从量变到质变。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无人机。美国提出无人机概念，美国刚制造出来，中国大疆就出现了，开始满世界卖，哪还有德国、日本等国家什么事？既便宜又先进。前几年不还有过美国军方买大疆无人机的新闻？哪怕是新兴产业 VR， 美国提出概念花几年时间研制出来了，在发布会的前2天，中国深圳电子厂就已经有卖的了，200亿台。虽然夸张了一点，但这确实是如今的现状。美国制造出的经济链条对中国不管用了，中国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并且是无意识的。如今的中国媒体和中国人民都是下意识的将中国的产品与世界最先进的去比较。20年前，中国在世界上算落后的了，20年后，中国什么都要跟美国比一比，这就是现状。中国打破一个又一个垄断，粉碎一个又一个西方行业，中国人民潜移默化地对自己的国家更加自豪。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再也不复存在。